小伙利用极限伪装，打算独自拯救自己最喜欢的视频博主，甚至还包括了野兽先生。这一切都因为近期突然出现的一些绑匪，专门绑架大牌视频博主，甚至黄毛最喜欢的3位视频博主全都被绑架了。因此黄毛需要先从100万粉丝博主开始救起，可没想到这里戒备森严，因此他也断言一定有人被关押在了这里。于是乎黄毛立刻伪装成了足球，佛伯乐推着他来到门卫跟前。经过一番检查过后，门卫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两人也终于蒙混了过去。可没想到里面竟然是2名邪恶孩子，接着竟然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点球大战。经过多轮的对决之后，黄毛再次幸运逃过一劫。随后教练要求几人利用棒球棍将这些足球打碎。此时的佛伯乐脑子进行着飞速旋转，但好在他们并没有对黄毛下手，而佛伯乐则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强行打爆了一个气球，成功将几人吸引走了。最终黄毛也是顺利得救。接着两人来到了健身房，可是守卫正在这里健身，于是两人商量由佛伯乐引开守卫的注意力，黄毛则负责查看录像。一切也正如两人计划的那样，黄毛也成功打开了这台电脑，并且查看到了绑架梅西的视频画面，两人因此得知了梅西的下落。然而当来到这里后才发现里面的大门紧锁，根本就进不去。幸亏佛伯乐在刚刚和守卫的打斗过程中拿走了他身上的钥匙，两人终于成功进入到房间里，并且将梅西解救了出来。随后通过录像观察到了第2位博主的绑架画面，该博主坐拥1000万粉丝。很快黄毛便找到了这里，随后老黑也赶了过来，两人决定一起去救尼克。接着两人便来到了牧场，然而很快老黑就发现了不远处的守卫，于是立刻伪装成了树丛的样子。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守卫竟然亲自为黄毛施了很多化肥，逗得老黑轰然大笑起来。可怎料随后一股暖流再次朝着老黑袭来，真可谓是不能幸灾乐祸。幸运的是两人并没有被守卫发现，可没想到守卫竟然杀了个回马枪，几人随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不过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没有2个人大，很快守卫便不省人事。之后两人来到了鸡舍，并且成功伪装成了鸡的样子，直接混了进去。果然很快两人就看到尼克被守卫推入了一所房子里。之后两人再次依靠团队的力量将1名守卫打倒在地。进入到屋内后，黄毛立刻伪装成了地毯，而老黑经过和守卫的一番搏斗过后，竟被守卫直接捆绑起来了，对着老黑就是一顿疯狂乱砍，砸得他也是痛苦不已。而黄毛趁着守卫离开之际，成功将尼克营救了出来。恰巧尼克在被绑期间悄悄拍下了野兽先生被绑架的视频，通过视频画面，黄毛很快便确定了野兽先生的位置，之后便和大壮来到了这里。可是这里同样戒备森严，不过随后大壮带着黄毛来到了一辆货车里，利用自己娴熟的计算机技术，观察到1名守卫每隔10分钟就会去一趟卫生间，而黄毛则打算利用这仅有的1分钟时间闯进去。可是没想到大门竟然被锁住了，随后房间的密码竟然被大壮成功破解，黄毛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房间内部。然而没想到很快便在地下室发现了守卫的身影，之后大壮利用电脑成功切断了所有的监控，黄毛则一路向前，继续开启寻找野兽先生的路程，并且在守卫到来之前小心翼翼地穿过所有的激光障碍。这时的黄毛距离野兽先生也是越来越近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大壮告知黄毛守卫即将来到这里，情急之下直接伪装进了垃圾桶里，而两人也在商量如何窃取野兽先生的粉丝。在守卫离开的空隙，黄毛成功寻找到了野兽先生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野兽先生浑身缠满了炸弹，可黄毛仅有几十秒的营救时间，一番思考过后，成功将3颗电线全部剪断。然而正当两人打算离开这里时，怎料守卫赶了过来，并且再次将两人成功捆绑在了一起。幸运的是，随后警察也来到了这里，成功将野兽先生营救了出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知道黄毛接下来的命运如何吗？